你现在在收听的是周间小确幸第3集，我是 Olivia。我现在录音的时间是6月18日星期五，又是一个礼拜过去了。你这个礼拜过得还好吗？已经习惯在家工作的生活了，还是正在适应疫情为生活带来的转变呢？因为疫情突然变严重的关系，有很多事都让人措手不及。突然要开始在家工作，突然不能去咖啡厅喝咖啡，不能去餐厅用餐，也突然和家人朋友要见面，都会想说会不会带给彼此被传染的风险。生活中突然有很多不方便，但有没有哪些事是你也突然很庆幸自己有在疫情之前去做的呢？这礼拜我自己有3个生活上的小确幸想跟大家分享，这3个小确幸都跟时机点有关，所以与其说是小确幸，我觉得应该比较像是小庆幸。我这礼拜突然发现，幸好我有在疫情之前去做这些事，也因为这样让我现在回想起这些事的时候，觉得特别珍惜，也特别开心。第一件事呢，就是剪头发。5月中的时候，我的头发原本大概是到锁骨的长度，但今年夏天似乎来得特别早，5月初的时候就已经好热了。再加上我住在台中，从4月初台中就开始公务停2的限水，意思就是说一个礼拜7天会有2天是没有供水的。其实从上礼拜开始就已经没有限水了，好开心。但之前在限水的时候，每天的气温都会超过30度以上，再加上限水，其实真的会让人觉得很烦躁，尤其是在吹头发的时候。长头发的人可能会比较能理解我在说什么，就是只要吹超过5分钟就会开始滴汗，让人觉得很想干脆再洗一次澡。所以后来呢，我就去剪了个短发，我现在头发只要吹2分钟就会干了。我觉得这真的是我今年做过最正确的决定之一。尤其现在到了6月，天气又会变得比较热嘛，我每天在吹头发的时候都会觉得很感恩，感谢自己，幸好有在疫情之前去把头发剪了。不然现在其实如果要去外面剪头发，可能又要顾虑很多，因为剪头发毕竟就是一个很难维持社交距离的事，那自己剪又很怕整个剪坏掉，解封之后可能都还不敢出门，所以真的幸好有去剪头发，现在回想起来还是觉得幸好，很开心。第2个小确幸呢，是我新买的微波炉和电锅。在疫情变严重之前呢，我帮家里添购了微波炉和电锅。我觉得这大概也可以列入我今年做过最正确的决定前3名。我是一个厨艺不怎么样的人，我最擅长的料理是煎蛋饼跟煮水饺，这种 Level 1等级的技能。所以一直以来呢，我都非常依赖 Foodpanda 跟 Uber Eats。即使我现在的租屋处有厨房，但我也只是会用来煎蛋饼啊，或是顶多加热东西。因为太少下厨了，我自己的厨具就只有一个我去年圣诞节交换礼物换到的平底锅。我要加热东西的时候，也都是用平底锅来加热。但我必须说，用平底锅加热东西实在是太不方便了。你不能把食物放上去以后就先离开做自己的事，你要一直看着，注意火的大小，就是会怕食物整个焦掉。吃完东西以后，你还要多洗一个锅子，真的超不方便的。所以后来我实在受不了了，就先买了微波炉。不买还好，买了之后呢，我家的冷冻库从此就堆满了各种冷冻食品，我就开始狂吃那种加热以后马上就可以吃的东西。有时候叫外送吃不完，也会直接就冰到冰箱，隔天再用微波炉加热来吃。但后来北部开始出现一些案例之后，我就想说，不行，要是天天叫外送的话，会不会也会增加
感染的风险。因为一直吃微波食品其实也不是很健康，那如果我连叫外送都要很小心的话，我该不会就要用我那个小小的平底锅来自己煮了吧？但用那个平底锅，我是要怎么煮饭？你知道，就是直接用锅子煮米，让生米煮成熟饭的那种煮饭。我之前在国外交换过一阵子，我其实有试过用这种平底锅来煮白米饭，虽然还是可以煮，但我后来发现最好用的其实真的还是电锅。所以在3级警戒颁布之前，我就超前部署去买了一个小电锅。那买了之后呢，我每天都觉得自己很有效率，因为只要把食材放进去，加水，然后按钮给它按下去，就可以去做自己的事了。打开电锅以后呢，就可以有煮好的东西吃，不用担心食物会焦掉啊，也不用担心吃不完。因为如果吃不完，我隔天只要再用微波炉加热就可以了。我觉得微波炉跟电锅真的是我做过最棒的投资，投资报酬率好高。我每天用它们的时候都觉得超开心，超有成就感。洗碗还可以少洗一个锅子，真的很适合像我这样的懒人。尤其疫情期间呢，其实会比较常自己煮饭，我就会有一种我现在好像吃的比较健康的那种感觉。那这种自我感觉良好的心理，也成为我每天的小确幸，让我觉得还蛮开心的。最后一个小确幸，就是有在疫情之前去了其他的城市。我在3、4月的时候，有一个人去澎湖玩了3天2夜。那时候的澎湖因为还不是旺季，所以人比较少。那因为我是远距工作，不用进办公室，我就想说可以学那些国外的远端工作者啊，在沙滩上边看夕阳边工作之类的。我觉得边听海浪的声音边工作是真的还蛮放松的。但其实在沙滩上工作也没有我想象中那么美好，因为风一吹，沙子就会被吹到我的笔电上。老实说，还真的蛮困扰的，就是体验过就好。那在澎湖的时候，我也跟一些之前在澎湖认识的朋友见面。澎湖晚上天气好的时候，可以看到非常多星星，非常明显，整片天空都是星星。你也可以看到地科课本上面说的北斗七星啊之类的东西。那我和我的朋友就一起坐在民宿的门口吃泡面，看满天的星星。现在回想起来，我觉得这些回忆都是很珍贵的小确幸。我在5月初的时候呢，也因为母亲节的关系，回北部住了1个多礼拜。那时候有跟家人一起打打麻将，也见了一些好久不见的朋友。回到台中后不到1个礼拜，疫情就突然变严重了，在短短2、3个礼拜内，突然就不能想去哪就去哪了，也要尽量避免跨县市移动。现在想起来，或是回去看之前的照片，就觉得幸好我有在疫情变严重之前见到我的家人和朋友。最近因为疫情的关系，我相信大家都会在社群媒体啊，或是新闻报道上，不停地接受到一些比较负面的情绪。在家里工作，不能去餐厅用餐，甚至连活动范围都会受到限制。这些事也会让我们在无形之中累积了很多压力。但如果生活中可以偶尔有一些小确幸，也许可以让你觉得生活没那么烦闷。你在疫情之前有做了哪些你觉得幸好有去做的事吗？还是说你这礼拜有发现哪些小确幸呢？你可以到 Apple Podcast 留言跟我分享，或是 po 在你自己的现实动态，并 tag 周间小确幸的 IG Weekly Little Happiness， 拼法是 WEEKLYLITTLEHAPPINESS。 最后，我知道你的时间是非常宝贵的，感谢你花时间收听这个节目。
希望我今天分享的这些小确幸有让你会心一笑。如果你喜欢今天的内容，欢迎分享给你周围你觉得需要来点小确幸的朋友。如果可以，我也想请你花个30秒订阅这个节目，并在任何你可以评分留言的地方给我们5星的好评。感谢你的收听，我们下周见咯，拜拜。